在是去往小天山景区，也就是昨天晚上我驻车的地方的附近。然后今天白天太阳还是比较毒辣，感觉。现在是上午10点多，应该中午的时候呢，东风猛士车队的一行还有发现之旅就会过来。我觉得在这种山路开车试驾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件事儿。就是有起伏，有转弯，但是整体车也不多，然后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。其实此时此刻我还没有意识到主要的试驾过程是爬大坡。就是出了北京能明显的感觉到路上皮卡的比例提升了很多，就当做工具车使用吧。很多这个修车的、拉货的、放牛的，都能看见开皮卡。现在在一个拐弯处停下了，我觉得这风景真的挺好的。昨天晚上我也看了一下玉县的历史，这字儿反正本地人读语比较多，但这个正常它那个发音还是玉嘛，就是玉县，玉县它以前就是豫州，豫州就是那个燕云16州其中之一，比较靠南的一个州。然后玉县呢，它以前吧，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后面这个山坡上啊，包括离远处这一片都是草木比较茂盛，所以它以前也是一个军马的产地。军马嘛，军马就会衍生出来马蹄铁，所以它的铁匠也是相对比较发展的比较早。不是有那个打铁花吧，就是烧红的铁一扔，然后一打就是天上很多那个火星嘛。这个东西呢，最早发源就是在玉县这边，开到中午集合的地儿等大部队来。这也有一队准备上山露营的货车，驮着物资上去。在小天山附近的村子里面，这边也有那个民宿、农家院吧，主要就是。这个东风猛士车队，我这是一个压后车，工作车吧，然后正在往山沟沟里走。是360吗？不是，那个 GoPro。GoPro 几呀？这是360度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360度，就是那个畸变挺严重的，所以我就当一个普通的相机。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东风猛士917的试驾，所以我也是跟随主办方，然后现在是作为一个压尾的工作车。现在已经是调成了4驱模式，现在是高4驱。后续需不需要调成第4驱，到时候看吧。反正现在前面吧，现在前面东风猛士这个也在往前一辆一辆过呢。不说了，得继续开了。哇，这个前面挺惊险的。队友们把车头往前稍晚一点啊，后车连车。这车真的还可以，走了好多这种舌头路。现在在一个草甸儿，快到顶了。我靠，这个坡真的很凶残啊，是尘土飞扬。现在就看着前面一辆一辆爬这个土坡，每一辆都是尘土飞扬。我觉得还好啊，因为这车已经爬了这么上，对，这些弯儿全爬上来了。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，加把油吧。
觉得这个坡爬完啊，我这个房车的越野能力就是得到了证明了。马田岭这段山路的爬坡，实际上比想象中的要颠簸和陡峭。我这辆手搓出来的皮卡房车，在爬坡的时候也是满水满负荷的在进行，但依旧很顺利地跟随车队爬到了山脊线上。这也让我对这辆皮卡房车的强度、稳定性、越野能力有了更强的信心。对这辆车来说，也算是经历过了一次小考吧。后续还有更多的路等待它去探索。